当小三林娇娇当着我的面宣布要我主动退出时，我装作崩溃的哭着跑回家。奶奶看着我狼狈的样子，却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笑容。孩子，奶奶等这一天等了28年。我震惊地抬起头，发现78岁的奶奶眼中闪烁着精明的光芒。她缓缓走向房间，拿出一个厚厚的文件袋。现在该收网了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这个看似糊涂的老太太，原来从一开始就在下一盘很大的棋，而我竟然是她棋盘上最重要的那颗棋子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那是个普通的春日午后，我苏婉清像往常一样去给丈夫罗志豪送午饭。谁知道在他的私人轿车里，我看到了一支鲜红的口红，还有一条明显不属于我的丝巾。我的手微微颤抖着拿起那支口红，心脏好像被人狠狠攥紧了。结婚20年，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牌子。志豪，这是什么？我拿着口红问正要上车的丈夫。罗志豪愣了一下，随即装作很自然的样子。哦，那个啊，昨天送陈总的夫人回家，他落在车上的，我正准备让司机送过去呢。他说的那么理直气壮，甚至还有些不耐烦。婉清，你最近是怎么了？总是疑神疑鬼的。我看着他那张熟悉的脸，那双我深爱了20年的眼睛，却发现他在撒谎的时候眼神会微微闪躲。以前我怎么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细节？我只是随便问问。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把口红递给他。那天晚上，罗志豪又说要去应酬，很晚才回家。我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不断重复着白天发生的事情，还有他最近种种反常的表现。第二天，我偷偷查看了他的手机账单，电话记录里有一个号码出现的频率特别高，几乎每天都有通话，有时候一聊就是1个多小时。我用座机拨通了那个号码。喂，志豪吗？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甜腻的声音。怎么用座机打给我？我的心瞬间跌入冰窟。打错了。我颤抖着挂断电话。那天晚上，我哭得稀里哗啦。奶奶听到哭声，慢慢悠悠地走进我的房间。婉清，怎么了？奶奶坐在床边，轻抚着我的头发。奶奶，志豪他在外面有女人了。我抽泣着说出了这句话。奶奶的手停顿了一下，然后继续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。孩子，你确定吗？确定。我找到证据了。我把发现的一切都告诉了奶奶。奶奶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。奶奶，我轻声叫她。婉清。奶奶的声音很轻很轻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想和他摊牌，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如果他真的不爱我了，那我就和他离婚。奶奶突然握住了我的手。孩子，听奶奶一句话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什么？我疑惑地看着奶奶。相信奶奶，现在摊牌对你没有好处。奶奶的眼神很深邃。男人啊，都是贱骨头。你越是哭哭啼啼的闹，他越是觉得你离不开他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奶奶说得很轻松，好像在讨论今天吃什么菜一样。可是奶奶，我做不到啊。每天看着他，想到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，我的心就像刀割一样疼。孩子，忍一时不是为了委屈自己，而是为了将来能过上更好的日子。奶奶拍拍我的手，听奶奶的话，先装作不知道。同时，你要学会保护自己。怎么保护？明天开始，你多关心关心他的生意。我不明白奶奶的用意，但从小到大，奶奶的话我从来没有不听的。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开始按照奶奶的建议行事。表面上，我还是那个温柔体贴的妻子，每天给罗志豪准备爱心便当，嘘寒问暖。但私底下，我开始留意他的工作，关心他的房地产生意。以前我对这些完全不感兴趣，觉得女人就应该相夫教子，不应该插手男人的事业。志豪，你最近那几个地块的项目怎么样了？一天晚饭时，我随口问道。罗志豪有些惊讶，你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个了？人家不是想多了解你的工作吗？我撒娇地说，而且浩然也快高中毕业了，我想了解了解学区房的情况。学区房啊，罗志豪来了兴趣。现在最好的投资就是学区房了，特别是重点小学和中学周边的房子，价格一直在涨。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买几套？我早就买了，罗志豪得意地说。梧桐小学旁边的那个小区，我买了好几套，还有实验中学附近的，也买了不少。我装作很崇拜的样子。哇，我老公真厉害，不愧是做房地产的。罗志豪被我夸得心花怒放。那当然了，你老公的眼光什么时候错过？这些房子放个几年，至少能翻1倍。那天晚上，我把这个对话告诉了奶奶。学区房，奶奶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这倒是个好东西。奶奶，您懂房地产投资？我有些惊讶。奶奶是农村出身，按理说应该对这些现代的投资方式不太了解，不懂。但是我懂人性。奶奶笑了笑。孩子的教育永远是父母最舍得花钱的地方。买房子送学位，这买卖不会亏。过了几天，罗志豪又晚归了。这次他身上有很浓的香水味，不是我用的牌子。志豪，你今天应酬喝了不少吧？我装作关心地问。是啊，陪几个客户吃饭，喝得有点多。他避开我的眼神，匆匆去洗澡了。我坐在客厅里，看着他急匆匆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奶奶拄着拐杖走过来，坐在我旁边。怎么样，还难受吗？难受，但是比之前好多了。我苦笑。奶奶，您说我这样装作不知道，到底有什么用？你现在不是已经开始了解他的生意了吗？奶奶反问。是的，但是孩子，奶奶拍拍我的手。女人啊，不能只靠眼泪过日子，要学会用脑子。奶奶，您的意思是，你现在知道他买了很多学区房，对吧？对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房子都写在谁的名下？我愣了一下，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。应该是写在他名下吧？那可不一定。奶奶神秘地笑了笑。明天你找个机会问问他这个问题。怎么问？就说是为了浩然将来的教育考虑，建议他把一些房产写在你和孩子名下，说是为了避税。我看着奶奶，越来越觉得这个78岁的老太太不简单。第二天，我按照奶奶的建议，在罗志豪心情好的时候提出了这个建议。志豪，我昨天听邻居说，现在很多人都把房产写在老婆孩子名下，说是可以避税，还能合理规避一些风险。我们要不要也考虑一下？罗志豪想了想，这个建议不错。确实，我名下资产太多，万一公司出现什么问题，容易被牵连。那我们就这么办。行，明天我让律师准备一下相关手续，部分房产转到你和浩然名下。我压抑着内心的兴奋，表面上装作很平淡。那就麻烦你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奶奶。奶奶，您真是太聪明了。她真的同意了。奶奶却很平静。这只是开始，孩子，路还长着呢。奶奶的眼神有些深邃。慢慢来，不要着急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我按照奶奶的指点，一步步地建议罗志豪进行资产配置。
我变成了一个贤惠的妻子，不仅不过问他的感情生活，反而积极主动地关心他的事业发展。这样的转变让罗志豪很意外，但也很满意。他开始更加肆无忌惮，甚至有时候会主动跟我提起他的应酬。晚清，今天可能会很晚回来，有个重要的客户要招待。他这样说的时候，语气轻松的，就像在说去买菜一样。好的，我给你准备好胃药，记得别喝太多。我温柔的回应。实际上，我知道他是去见那个女人。通过一些蛛丝马迹，我已经查出了那个女人的身份。她叫林娇娇，30岁，是个模特，长得确实很漂亮。有一次，我甚至在商场里见到了他们。罗志豪挽着林娇娇的胳膊，两个人有说有笑地逛着奢侈品店。林娇娇撒娇的要这样那，罗志豪都毫不犹豫地买单。我躲在角落里看着这一切，心如刀绞，但我没有冲上去大闹，而是悄悄地离开了。回到家，奶奶看出了我的不对劲。遇到他们了？奶奶直接问道。我点点头。奶奶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。看着他对别的女人那么好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孩子，奶奶走过来，轻抚着我的头发。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报复吗？什么？就是让他失去最珍贵的东西的时候，才发现它的价值。我不太明白奶奶的话，但她接下来说的话让我更加疑惑。晚清，你有没有仔细算过，这2年来，志豪一共赚了多少房产到你和浩然名下？我想了想，大概有10几套吧，主要都是学区房。10几套？奶奶的眼神闪烁了一下。还有多少在他自己名下？应该还有不少，具体我也不清楚。那你明天找个机会，让他把所有的房产清单整理一份给你，就说是为了做家庭财务规划。奶奶，您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些房产的事情？我有些疑惑。孩子，奶奶这个年纪了，还能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你和浩然的将来。奶奶的语气很诚恳。万一将来真的要离婚，你总得知道家里有多少财产吧？这个解释很合理，我没有多想。第2天，我按照奶奶的建议，提出了要做家庭财务规划的想法。志豪，我想做个家庭财务规划，你能不能把咱们家的资产情况整理一份清单给我，包括房产、股票、存款什么的？罗志豪有些惊讶，你怎么突然想到要做这个？浩然马上就要上大学了，将来还要考虑他的结婚买房问题。我想提前规划一下，看看我们家的经济状况能不能支撑得起。这个想法不错。罗志豪点点头，确实应该早做规划。我让财务把详细清单整理出来。几天后，罗志豪拿来了一份厚厚的资产清单。我翻看着这份清单，心里震惊不已。没想到这些年来，他竟然积累了这么多财富。仅仅是学区房就有30多套，分布在城市的各个重点学校周边。我把这份清单拿给奶奶看，奶奶戴上老花镜，仔细地翻看着每一页。奶奶，您看懂了吗？我问道。看懂了。奶奶点点头。这个罗志豪眼光倒是不错，这些房子的位置都选得很好。是啊，难怪他的生意越做越大。孩子，奶奶突然抬起头看着我，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份清单里有多少房产是写在你和浩然名下的？我重新翻看了一下清单，大概有20套左右。20套。奶奶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遍。这些房子位置都不错。是啊，志豪的眼光确实很好。奶奶点点头。对了，你最近有没有发现那个女人有什么新动作？我脸色一沉。奶奶，您怎么知道那个女人的事情？孩子，我又不是瞎子。志豪最近的表现
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在外面有人了。奶奶说得很轻松，我就是好奇，那个女人有没有给你施压？暂时还没有，但是我觉得她迟早会有所行动的，那就等着吧。奶奶神秘地笑了笑，有些事情急不得。果然，不出我所料，林娇娇开始有所行动了，而且她的行动比我想象中来得更直接、更大胆。1个星期后的下午，我正在家里整理衣物，门铃突然响了。我开门一看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站在门外，正是林娇娇。请问你是？我明知故问。我是林娇娇。她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绍，罗志豪的女朋友。我想我们应该见面聊聊。我的心脏狂跳，但表面上尽量保持平静。抱歉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苏婉清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没必要装糊涂。林娇娇推开我，直接走进了客厅。志豪已经爱上我了，你应该知道这个事实。我站在客厅里，看着这个不速之客，他穿着一件香奈儿套装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浑身散发着年轻女人的魅力。相比之下，我觉得自己就像个黄脸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如果没有其他事情，请你离开我家。我努力保持着最后的尊严。苏婉清，你真的以为装作不知道就能挽回他的心吗？林娇娇轻蔑地笑了。你看看你自己，45岁了，身材走形，皮肤松弛，哪里还有女人的魅力？她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，但我想起奶奶的话，强忍着没有爆发。志豪需要的是我这样有活力、有魅力的女人，而不是你这样的老女人。林娇娇继续刺激着我，识相的话，你应该主动退出，这是我家，请你马上离开。我指着门口说道。好，我走。林娇娇站起身，但是苏婉清，这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志豪迟早会向你提出离婚的，到那时候，你想不走也得走。说完，他踩着高跟鞋，扭着腰肢走了。我瘫坐在沙发上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刚才强撑的坚强完全崩塌了，我感觉自己就像个笑话。奶奶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边。来了？奶奶问道。您知道他会来？我抬起头，诧异地看着奶奶。迟早的事情。奶奶坐在我旁边。她说什么了？我把刚才的对话告诉了奶奶。奶奶听完，淡淡的笑了。奶奶，您怎么还笑得出来？我擦着眼泪问道。孩子，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来找你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着急了。奶奶的眼神很深邃。如果志豪真的已经决定要和他在一起，他根本不需要来找你。他来找你，说明志豪对离婚这件事还在犹豫。可是他说的没错啊，我确实老了，不如他年轻漂亮。孩子，女人的价值不只是年轻和漂亮。奶奶拍拍我的手。你陪着志豪从一无所有到事业有成，你为这个家付出了20年的青春，这些是那个小丫头永远比不了的。可是男人不都喜欢年轻漂亮的吗？喜欢是一回事，选择是另一回事。奶奶神秘地笑了笑，而且有些账不是现在算的。我不明白奶奶这句话的意思，但她接下来说的话让我更加困惑。婉清，你记住，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要继续装作不知道。特别是当志豪或者那个女人再次提起离婚的时候，你要表现得很震惊，很不理解。为什么？相信奶奶。奶奶的眼神很坚定。总有一天，你会明白奶奶这样做的用意。那天晚上，罗志豪很晚才回家。他回来的时候有些欲言又止，好几次想开口，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。我知道他一定是想和我摊牌，但又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家里的气氛变得很微妙。
罗志豪时常心不在焉，而我则按照奶奶的指示，表现得若无其事。直到1个星期后，变故突然来临。那天下午，林娇娇再次出现在我家门口，这次她的态度更加嚣张。苏婉清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她挺着略显的小腹，得意地说：“我怀了志豪的孩子，如果你还有一点自知之明，就应该主动退出。”我看着她的小腹，心如刀绞，但我想起奶奶的话，强迫自己保持平静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还在装？林娇娇冷笑：“行，既然你不识趣，那我就让志豪亲自来和你摊牌。”她拿出手机，当着我的面拨通了罗志豪的电话。“志豪，我在你家。”苏婉清还在装糊涂，你自己来和他说清楚吧。挂断电话后，林娇娇得意地看着我：“等着吧，他马上就会回来向你提出离婚。”半个小时后，罗志豪急匆匆地赶回家，看到客厅里坐着的林娇娇和我，他的脸色很难看。“娇娇，你怎么来了？”他的语气有些责备。“志豪，我不想再这样偷偷摸摸下去了。”林娇娇站起身，挽住罗志豪的胳膊：“我们相爱，为什么要藏着掖着？”罗志豪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看林娇娇，最终叹了口气：“婉清，我们需要谈谈。”我看着面前的这一幕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但我想起奶奶的话，努力表现得很震惊。“志豪，这位是……”我装作不认识林娇娇的样子。“婉清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”罗志豪显得很为难。“娇娇她是我的女朋友。”“女朋友？”我瞪大眼睛，装作完全不敢相信的样子。“志豪，你在开玩笑吧？我们是夫妻啊！”“苏婉清，别装了。”林娇娇不耐烦地说：“志豪已经不爱你了，你应该有自知之明。”“不可能！”我做出崩溃的表情。“志豪，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。”罗志豪看着我痛苦的表情，眼中闪过一丝不忍，但很快就被林娇娇的话打断了。“志豪，你不要心软。”林娇娇摸着自己的小腹：“为了我们的孩子，你必须做出选择。”“孩子？”我的声音在颤抖。“什么孩子？我怀了志豪的孩子。”林娇娇得意地宣布：“我们要结婚了。”我捂着脸开始大哭：“不可能！志豪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我为这个家付出了20年。”“婉清，对不起。”罗志豪想要安慰我，但被林娇娇拦住了。“志豪，你不用对他道歉。”林娇娇冷冷地说。“苏婉清，现实就是这样。志豪要和我结婚，你们必须离婚。”“我不同意！”我歇斯底里地喊道，“我绝对不会离婚的！”说完，我冲回了房间，重重地关上门。在房间里，我听到客厅里传来他们的争吵声。林娇娇在责备罗志豪太软弱，而罗志豪则在为我辩护，说需要给我一些时间接受现实。过了一会儿，外面安静了，我知道林娇娇走了。不久，罗志豪轻轻敲响了我的房门。“婉清，我可以进来吗？”我没有回应，但他还是推门走了进来。“婉清，我们好好谈谈。”他坐在床边，语气很温和。“没什么好谈的。”我背对着他：“如果你真的不爱我了，那就离婚吧，婉清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”我转过身看着他：“财产要公平分割。”罗志豪点点头：“这是应该的。那些学区房都可以给你和浩然。”罗志豪很爽快地说：“我只要公司和其他一些投资就够了。”我心里暗暗高兴，但表面上还是很伤心的样子。“志豪，我们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？”“婉清，我对不起你，但是我和娇娇是真心相爱的。”“我知道了。”我转过身：“你出去吧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”罗志豪叹了口气，走出了房间。等他离开后，我赶紧去找奶奶。奶奶正坐在摇椅上，好像在等我。“奶奶，
刚才的对话您都听到了吧？听到了。奶奶点点头。你表现得很好，奶奶。我不明白，我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坐在奶奶身边。志豪已经决定要和那个女人结婚了。那些学区房虽然会分给我们，但我还是失去了丈夫啊。奶奶看着我，眼神很温柔，但又有些神秘。孩子，你相信奶奶吗？当然相信。那你就继续按照奶奶说的做。奶奶拍拍我的手，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要主动提离婚，要让他们先提。为什么？你会明白的。奶奶神秘地笑了笑。不过，我觉得事情很快就会有转机。什么转机？娇娇这个丫头野心很大，她不会满足于现在的状况的。我不明白奶奶的意思，但我选择相信她。果然，第二天，林娇娇又来了。这次，她的态度更加直接。苏婉清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她挺着小腹，冷笑着说：“主动提出离婚，我可以让志豪给你一笔不错的赡养费。如果你继续拖下去，到时候你什么都得不到。我不会主动提离婚的。”我坚决地说：“那你就等着后悔吧。”林娇娇恶狠狠地威胁我：“志豪已经决定要和我结婚了，我怀了他的孩子，你以为你还能拖多久？”说完，他踩着高跟鞋，气冲冲地走了。那天晚上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奶奶，她又来威胁你了。奶奶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这丫头真是越来越没礼貌了。奶奶，她说的没错，志豪确实决定要和她结婚了，我们还有什么办法？奶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：“婉清，你说这些学区房真的像志豪说的那样值钱吗？”“应该吧，毕竟现在大家都重视孩子的教育。”“是啊。”奶奶点点头，孩子的教育确实重要。我不明白奶奶为什么突然关心房子的价值，但她接下来说的话更让我困惑。“孩子，明天可能会有好戏看。”“什么好戏？”“你会知道的。”第二天下午，正如奶奶所预料的，事情真的发生了变化。林娇娇再次来到我家，但这次她的态度更加嚣张。“苏婉清，我最后通牒。”她挺着小腹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“志豪要和我结婚，我怀了他的孩子，你应该主动退出。如果你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。”我按照奶奶的教导，装作受到巨大打击的样子，哭着跑回房间。奶奶缓缓走到我面前，神情异常平静。“孩子，奶奶等这一天等了28年，现在该让你看看真相了。”她转身走向卧室，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厚重的铁盒子。当奶奶打开盒子的那一刻，我看到里面整整齐齐摆放着一摞摞文件。然而，当我拿起第一份仔细看时，上面的内容让我整个人瞬间愣住了。06，我颤抖着拿起第一份文件，仔细一看，竟然是一本房产证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我和儿子浩然的名字。我继续翻看，第2本、第3本，全都是房产证。“奶奶，这些都是什么？”我的声音在颤抖。奶奶坐在床边，眼神前所未有的深邃。“孩子，这是奶奶这28年来为你准备的。”28年？我不敢相信。“您是说，您从我刚结婚的时候就开始布局了？”“不，确切地说，是从你怀浩然开始的。”奶奶的声音很平静。“那时候我就看出来，罗志豪不是个良人。”我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个78岁的老太太，原来这个看似糊涂的奶奶，竟然从28年前就开始下一盘如此庞大的棋局。“可是奶奶，当时您为什么不阻止我嫁给他？”“阻止？”奶奶苦笑了一下。“孩子，你那时候已经怀孕了，而且那么爱他。奶奶如果阻止，你会恨奶奶一辈子的。”我想起了那段往事，
确实，当时的我深深爱着罗志豪，即使全世界都反对，我也要和他在一起。所以奶奶决定，既然阻止不了，那就帮你把损失降到最低。奶奶继续说，我开始观察这个男人，研究他的性格，琢磨他的弱点。您发现了什么？这个男人有野心，有能力，但没有品格。奶奶一针见血地分析，他迟早会出轨，迟早会背叛家庭，但同时他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。什么弱点？虚荣心和控制欲。奶奶的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，她喜欢被人崇拜，喜欢显示自己的成功，而且她永远不会怀疑一个看起来糊涂的老太太。我开始明白了，这些年来奶奶一直在装糊涂，让罗志豪放松警惕，所以您这些年一直在引导我，让我看起来像个贤内助。对，男人都有个毛病，越是得不到的越想要，越是容易得到的越不珍惜。奶奶点点头，你越是表现得贤惠懂事，越是主动关心他的事业，他就越觉得你是个好妻子，值得信任。我想起了这些年来的种种细节，每次我按照奶奶的建议去做的时候，罗志豪确实都很满意，甚至主动把更多的房产转到我和浩然名下。可是奶奶，您一个农村老太太，怎么会懂这些复杂的策略？奶奶沉默了一会儿，眼神变得有些遥远。孩子，奶奶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很多事情，旧社会的女人不学会动脑子是活不下去的。我从来没有听奶奶讲过她年轻时的故事，今天是第一次。奶奶年轻的时候也遇到过不靠谱的男人。奶奶的声音有些沧桑，那时候的女人没有地位，没有财产，被男人抛弃了就只能等死。所以奶奶发誓，绝不能让自己的孙女重蹈覆辙。我眼含热泪地看着奶奶，原来她这些年的所有谋划都是为了保护我。那么这些房产证，我指着铁盒子里的文件，你自己数数看。奶奶神秘地笑了。我开始一本一本地数着房产证，5本、10本、15本。当我数到第32本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32套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奶奶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奶奶得意地笑了。你以为这些年奶奶都在做什么？我仔细查看这些房产证，发现它们分布在城市的各个重点学校周边，有的是小学学区房，有的是中学学区房，还有一些是9年一贯制学校的学区房。奶奶，这些房子是怎么来的？一部分是你这2年通过建议让志豪转过来的，奶奶解释道。另一部分是奶奶用其他方法搞到的。其他方法？孩子，你以为奶奶这些年的积蓄都去哪里了？奶奶反问。我想起来，奶奶虽然是农村出身，但这些年一直有退休金和各种补贴，而且她生活简朴，几乎没有什么花销。你用自己的钱买房子，不只是我的钱。奶奶摇摇头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渠道。什么渠道？奶奶站起身，走到窗边。记得吗？这些年来，志豪的生意越做越大，需要的资金也越来越多。有时候资金周转不开的时候，都是找谁借钱的？我想了想，找您。对，奶奶点点头。每次他需要资金的时候，我都会慷慨地借给他，当然是要他拿房产做抵押的。我的眼睛瞪得更大了。您是说，有些房子名义上是抵押给我的，但实际上早就过户到了你和浩然名下？奶奶的笑容变得更加神秘。志豪一直以为那些房子还在他名下，其实早就是你们的了。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，这个看似糊涂的78岁老太太，竟然用如此精妙的手段，
在罗志豪眼皮子底下，把他大部分的财产都转移到了我和儿子名下。奶奶，您简直太厉害了！我激动得语无伦次。别急着高兴，奶奶摆摆手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就在这时，客厅里传来了开门的声音，是罗志豪回来了。婉清，你在哪里？罗志豪的声音从客厅传来，听起来有些焦急。我和奶奶对视一眼，奶奶轻声说：“去吧，该是摊牌的时候了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把那些房产证整理好，抱在怀里走出了房间。罗志豪正坐在沙发上，看到我出来，立刻站了起来。婉清，我们谈谈吧，关于离婚的事情。好啊，我们谈谈。我的语气异常平静，这让罗志豪有些意外。婉清，你怎么了？他察觉到了我的变化。没什么，就是想通了。我坐在他对面，把怀里的房产证放在茶几上。志豪，既然你要离婚，那我们就把财产分割的事情谈清楚吧。罗志豪看到茶几上厚厚的一摞房产证，愣了一下。这些是房产证，我淡淡地说，我想确认一下，这些房子现在都归谁所有？罗志豪随手拿起一本房产证翻看，当他看到上面的名字时，脸色瞬间变了。这房子怎么是写你的名字？因为这套房子本来就是我的。我继续保持平静的语气。罗志豪又拿起几本，越看脸色越难看。婉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房子什么时候转到你名下的？志豪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我装作很奇怪的样子。这些都是你亲自办理过户手续的啊？不可能。罗志豪开始翻看所有的房产证。这不可能，我名下明明有30多套学区房，怎么可能？当他翻完所有房产证后，整个人都瘫坐在沙发上。32套，怎么可能是32套？他喃喃自语，怎么不可能？我冷冷地说，这些房产证上的转让日期和你的签名都清清楚楚的。罗志豪拿起手机，开始拨打律师的电话。老李，你马上帮我查一下我名下的房产。什么？只剩下3套了？不可能！挂断电话后，罗志豪的脸色苍白如纸。婉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。我摊手，所有的过户手续都是你亲自办理的，所有的文件都有你的签名。不可能！我不可能把这么多房产都转给你。罗志豪激动地站了起来。可事实就是这样。我拿出其中一份过户文件，你看，这是2个月前的过户记录，上面有你的签名，还有律师的见证。罗志豪仔细看了看文件，确实是他的签名。他想起来了，当时律师说是为了避税和合理配置资产，他没有仔细看就签了字。你们设计我？他终于反应过来。设计？我冷笑。志豪，这些文件都是合法的，所有的程序都是正当的，你是自愿签字的，没有人强迫你。可是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什么？不知道自己在签什么？我站起身，堂堂一个房地产老板，连自己签的文件都不看清楚。罗志豪意识到自己被彻底算计了，但又找不到任何法律上的漏洞。这些房产确实是他自愿转让的，所有的程序都合法合规。婉清，我们是夫妻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他开始求情。夫妻？我冷笑。志豪，是你先背叛这个家的，你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，还让她怀了孩子，现在跟我说夫妻情分。罗志豪一时语塞。而且，我继续说，你刚才不是还要和我离婚吗？既然要离婚，那就按照法律程序来分割财产。这些房子都在我和浩然名下，自然归我们所有。可是这样的话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罗志豪的声音有些绝望。不是什么都没有，
我翻出资产清单，你名下还有公司的股份，还有3套普通住宅，还有一些其他投资，这些足够你生活了。罗志豪看着清单，发现自己名下的资产加起来还不到总财产的1/10，而那些最值钱的学区房全都在我和儿子名下。晚清，求你了，我们重新商量一下财产分割的事情。没什么好商量的，我坚决地摇头。志豪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你选择了背叛，就要承担后果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我知道应该是林娇娇来了。果然，我开门一看，林娇娇挺着肚子站在门外，脸上还带着得意的笑容。苏婉清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愿意主动离婚了吗？她一进门就趾高气昂地说：娇娇，你怎么来了？罗志豪看到她，表情很复杂。志豪，我来看看这个女人有没有想通。林娇娇挽住罗志豪的胳膊，我们的婚礼还等着筹备呢。娇娇，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一下。罗志豪欲言又止。考虑什么？林娇娇不满地看着他，你不会是反悔了吧？不是反悔，是……罗志豪指了指茶几上的房产证，情况有些复杂。林娇娇看到那一摞房产证，好奇地拿起来翻看。当她看到房产证上的名字时，脸色瞬间变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些房子怎么都是写她的名字？这个说来话长，罗志豪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志豪，林娇娇的声音尖锐起来，你告诉我，你名下还有多少房产？罗志豪低着头，小声说：3套。什么？只有3套？林娇娇差点跳起来。那你之前跟我说的30多套学区房呢？都在他们名下。林娇娇彻底愤怒了，她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苏婉清，你这个阴险的女人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志豪要和你离婚，所以提前转移财产？转移财产？我冷笑，这些房产都是志豪主动过户给我们的，所有的程序都合法合规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去查，我不管。林娇娇歇斯底里地喊道：这些房子应该是志豪的，他有权利处置，可惜现在他们已经是我的了。我淡淡地说，而且法律保护合法的财产所有权。林娇娇转向罗志豪：志豪，你想想办法啊！没有了这些房产，我们拿什么生活？我们的孩子拿什么上学？罗志豪看着愤怒的林娇娇，又看看平静的我，心情五味杂陈。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被2个女人彻底算计了，一个用温柔的陷阱掏空了他的财产，另一个则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露出了真面目。林娇娇看到罗志豪沉默不语，更加愤怒了。志豪，你说话啊！你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财产被这个女人骗走？我需要想想办法。罗志豪有气无力地说。什么办法？去法院告我吗？我冷笑道。好啊，我奉陪到底。到时候法官会仔细审查这些房产的来源，会发现你在婚姻存续期间出轨，会发现你让小三怀孕，会发现你主动要求离婚。你觉得法官会支持谁？罗志豪的脸色更加难看了。他知道，如果这件事闹到法庭上，对他只会更加不利。而且，我继续说，你忘了这些房产是怎么过户的吗？都是你为了避税和规避风险主动转让的。现在你说是被骗，谁会相信？林娇娇听到这里，终于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。她愤怒地指着我：苏婉清，你这个心机女，你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。计划？我装作很无辜的样子。我一个家庭主妇，能有什么计划？这些都是志豪自己的决定。你别装了！林娇娇气急败坏。你肯定早就知道志豪在外面有女人，
所以故意设这个局。即使我知道，又怎么样？我不再掩饰，法律保护的是事实，不是动机。事实就是这些房产现在归我所有。林娇娇转向罗志豪，眼中满含期待。志豪，你想想办法啊！你是做生意的，肯定有办法的。罗志豪苦笑了一下，娇娇，没有办法了，这件事在法律上无懈可击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没有这些房产，我们拿什么结婚？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林娇娇的声音开始带上哭腔。罗志豪看着她，心情复杂。他终于看清了这个女人的真面目。当她有钱有势的时候，他崇拜她，爱她；当她失去财富的时候，他立刻露出了焦虑和贪婪的嘴脸。娇娇，我们还是有地方住的，我名下还有一套房子。一套房子？林娇娇打断他，一套房子够什么用？我们的孩子将来怎么上学？我们怎么维持生活水准？我们可以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。林娇娇冷笑。罗志豪，你以为我跟你在一起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爱情吗？这句话像刀子一样刺痛了罗志豪的心。他看着这个曾经让他神魂颠倒的女人，感到一阵心寒。娇娇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很明白。林娇娇撕下了最后的伪装。没有钱的男人，我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？罗志豪彻底愣住了。他没想到这个曾经对他千依百顺的女人会说出这样的话。所以你从来没有爱过我？爱？林娇娇冷笑。爱能当饭吃吗？爱能买房子吗？罗志豪，你太天真了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要走。娇娇，你要去哪里？我们的孩子。什么我们的孩子？林娇娇在门口停下，回头冷冷地看着他。你以为我真的怀孕了？什么？罗志豪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根本就没有怀孕。林娇娇得意地笑了。那只是我用来逼你离婚的手段而已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，留下罗志豪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那里。我看着这一切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虽然我恨罗志豪的背叛，但看到他被人如此羞辱，心里也不好受。志豪，我轻声叫他。罗志豪回过神来，看着我，眼中满含复杂的情感。婉清，我对不起你。是的，你确实对不起我。我没有安慰他，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那我们还有可能吗？他小心翼翼地问。我摇摇头。志豪，有些事情一旦发生，就回不去了。信任就像玻璃，碎了就很难修复。罗志豪沉默了很久，最终点了点头。我明白了，那离婚手续，明天我们就去办。我说得很坚决。那天晚上，罗志豪收拾了自己的东西，搬出了这个住了20年的家。第二天，我们按照约定去办理了离婚手续。整个过程很顺利，因为财产分割已经很明确了。走出民政局的时候，罗志豪突然叫住了我。婉清，最后一个问题，这一切真的都是你一个人策划的吗？我看了看等在车里的奶奶，微笑着说，志豪，有些事情你永远不会明白。回到家后，我抱着奶奶哭了很久。奶奶，谢谢您。如果没有您，我现在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。傻孩子，奶奶慈祥地抚摸着我的头发。奶奶老了，能为你做的就是这些了，剩下的路要靠你自己走。我知道。我擦干眼泪。奶奶，我决定用这些房产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我想成立一个基金会，专门帮助那些在婚姻中受到伤害的女性。我认真地说，让他们有机会重新开始，不要像我一样忍受这么多年。奶奶欣慰地笑了。这个想法很好，女人要帮助女人，这样社会才会进步。几个月后，我的基金会正式成立了。
我们为受到婚姻伤害的女性提供法律援助、心理咨询和职业培训。很多女性通过我们的帮助，重新获得了自信和独立的能力。而罗志豪在失去大部分财产后，生意也受到了很大影响。他试图重新开始，但已经很难回到从前的高度。至于林娇娇，听说她很快就找到了新的目标，一个比罗志豪更有钱的老板。有些人永远不会改变，他们只是在寻找下一个猎物。现在的我，虽然经历了婚姻的背叛和痛苦，但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力量。我不再是那个依赖男人的家庭主妇，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女人的价值不在于男人的眼光，而在于自己的选择。当你足够强大的时候，任何人都伤害不了你。奶奶经常说，孩子，最好的报复不是伤害对方，而是让自己过得更好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深意。1年后，浩然从大学毕业了。他看着妈妈这1年来的变化，由衷地感到自豪。妈妈，您现在真的很棒。他说，这都是太奶奶教的。我看着坐在摇椅上的奶奶，她让我明白，女人要有自己的底气。奶奶笑着摆摆手，我这个老太婆能教什么？都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奶奶，我坐在她身边。您说过，最好的报复是让自己过得更好。现在我做到了。是啊，奶奶看着远方，人生就是这样，有些路必须自己走，有些痛必须自己承受，但只要不放弃，总会等到属于自己的春天。我握住奶奶的手，心中满怀感激。如果没有她28年的深谋远虑，如果没有她的智慧和坚持，我现在可能还在为生计发愁。那32套学区房不仅是我经济独立的保障，更是我重新开始的底气。他们见证了一个女人从依赖到独立的蜕变，见证了智慧如何战胜了背叛。现在每当有人问起我的故事，我总是会说，感谢那些伤害过我的人，是他们让我变得更强大。更要感谢那些保护过我的人，是他们让我有机会证明自己的价值。生活还在继续，但我已经不再害怕任何风雨，因为我知道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有能力保护自己和我爱的人。这就是我的故事，一个关于背叛、智慧、坚持和新生的故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